大家好，我是 Tony。我的 AI 时代这一集节目，我要分享我父亲早期在日本旅行时所拍摄的风景照片。这些照片最早是在民国46年1957年拍摄的，距今已经有69年的历史了。我将这些旧照片翻拍成数位相片，然后利用 AI 工具 Grok 修复照片，提高解析度，让照片变为清晰。当年我父亲因为事业的关系，经常出国的频率有多频繁呢？我也不知道。不过幸好当年我父亲有做出国登记的统计表，就是这一本，已经看得出来年代久远，上面的纸张都已经是泛黄了。这本小册子记载了我父亲出国的记录，从民国46年到民国83年，总共54次。我父亲每次出国的时间长短不一，有时候10几天，有时候1、2个月，有时候甚至长达半年。所以我童年时对我父亲的印象就是经常出国，父亲对我来说仿佛像是一个遥远的存在。当年我父亲造访的国家有日本、韩国，还有东南亚，特别是东南亚，因为后来我父亲的工厂在东南亚设厂，包括在印尼爪哇的三宝龙，还有越南。所以我父亲后来经常前往东南亚，而停留的时间也变得更长。我父亲虽然出国这么多次，但是在国外所拍摄的照片大部分都跟事业有关，就是一些厂房或是建厂的照片。而其中比较特殊的是我父亲第一次出国，在民国46年6月10日到8月7日，差不多是2个月的时间停留在日本。可能这是我父亲第一次出国的关系，所以他每一张照片都很仔细的在照片背后注明拍摄的日期还有地点。例如这张照片是我父亲在日本某个日式庭园拍摄的，照片的背后就有注明1957年7月25日玉造温泉长乐园本馆园庭。我 Google 了一下，就得知玉造温泉是位于日本岛根县的松江市，是日本历史最悠久著名的3大美肌之汤。这张照片也是1957年7月25日拍摄的，照片注明玉造温泉长乐园别馆招时。这张照片是我父亲与朋友在某个溜冰场，照片背后注明1957年7月28日大阪北 Ice Skate。民国46年这次旅行，我父亲也拍摄2张团体观光照。这张是在东京著名的皇居正门2重桥，日期是1957年6月15日。这张则是在著名的奈良公园，照片背后有注明日期是1957年7月13。但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的日本风景照，我父亲就没有做任何的附注。所以我也不确定这是不是民国46年拍摄的，或者是后来他前往日本的时候拍摄的。当年我父亲拍摄的照片并没有用相簿整理起来，而是放在一个大盒子里面。那经过多年之后，等我拿到这些照片的时候，就已经全部混在一起了，就像这个样子。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些照片是在哪一年拍摄的，也不知道这些照片拍摄的地点。而又没办法询问我父亲，因为我父亲在30年前，民国85年就已经过世了。正所谓是子欲问而亲不在，所以面对这么多的家庭旧照片，我是很难整理及做记录了。不过现在 AI 时代来临了，我可以利用 AI 来帮我分析这些照片，协助确认我父亲当年旅行的足迹及可能拍摄的地点。那 AI 怎么帮忙我呢？我是用 Google Gemini 这个 AI 工具。那做法很简单，打开 Gemini 的网址之后，就点选这里新增档案，然后上传照片，接着就请 AI 分析这张照片可能的拍摄地点。例如这张照片是我父亲在日本拍摄的街景，这张照片是在哪里呢？我毫无头绪，因为就是一张街景的照片而已。于是我就在 AI 的提示词提出询问，
这是1960年左右在日本拍摄的照片，可能的地点是在哪里？经过几秒钟 ，AI 就分析出来了。AI 是这么回答的：这个地点就在东京银座的树基屋桥交叉点。AI 不只说出地点 ，AI 还提供了他推论的证据，就是这张照片的墙上有不二家 Pekojan 的巨大笑脸看板，看板下方写着 Fujiya Grill and Tea Room， 这是当时银座非常有名的不二家西餐厅与茶室的入口。而大霓虹灯看板上方可以看到奥运5环标志，这说明了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应该接近1964年东京奥运会。所以从 AI 的分析及对照我父亲的出国记录，我可以确认这张照片是拍摄于1962年，民国51年，我父亲第2次造访日本时所拍摄的照片。1962年，当时我1岁。所以我就让 AI 一一的分析当年我父亲所拍摄的一些风景照片，来确认拍摄的地点。那以下就是我分享的当年我父亲所拍摄的日本风景。不过这边要特别强调一下 ，AI 有时候会犯错，特别这是60几年前的风景照片。那经过60年，当然有些风景已经改变，或许 AI 的判断也有可能失误。那如果有错误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提出指正。这张照片 AI 判断是日本东京羽田机场，这架飞机是洛克希德 L188 4发动机涡轮螺旋桨客机，机首印有国泰航空当时飞龙标志。当年国泰航空利用这一款的飞机飞行香港、台北、东京这条热门航线。这张照片是东京帝国饭店，是第2代帝国饭店的本馆，由美国建筑师法兰克·罗伊·莱特所设计，所以又被称为莱特馆。大约完工于1922年，东京帝国饭店就坐落于皇居的南边，临近日比谷公园。这是日本皇居的2重桥，是观光客必访的东京景点。这是日本皇居的外院，画面左侧还可以看见皇居入口的2重桥。这张照片是从日本皇居2重桥往外院与日比谷方向拍摄的风景。这张照片是皇居外院，远处是日比谷一带现代化的商业大楼，反映了当时日本经济起飞的景象。这是日比谷的商业大楼，右侧的建筑可能是当时日比谷三井大楼或帝国剧场的旧址。这是东京日比谷公园的大喷水池。这座大喷水池是完工于1961年，所以我可以更确定的，这张照片是我父亲在1962年造访东京的时候所拍摄的。这张照片也是日比谷公园大喷水池旁的欧式庭园。这是日比谷的街景，背景右侧那栋现代化的建筑是第一生命馆，是当时东京著名的建筑之一。这张照片是拍摄于东京车站，左侧的现代建筑为丸之内大楼，是当时千代田区丸之内的指标性建筑。这张我父亲友人的照片 ，AI 很明确的说，拍摄的地点就是东京上野公园内的清水观音堂。这一张我父亲友人拍摄的照片，拍摄的地点是日光国立公园著名的神桥。神桥是日光知名的景点，我在1992年也曾经造访过这里，不过是34年前的旅行回忆了，印象已经很模糊了，所以改天我也可以利用 AI 来帮我寻找当年的一些旅行记忆。这一张是我父亲友人的照片，拍摄于日光的轮王寺。轮王寺又称日光大游院，这是大游院入口的鸟居。大游院是德川幕府第3代将军德川家康的陵庙。
这张照片的地点很明确，就是我父亲与友人拍摄于大阪市立博物馆的门口。大阪市立博物馆是在1960年5月开馆，所以这张照片很明确的就是我父亲在1962年访问日本的时候所拍摄的照片。大阪市立博物馆就位于大阪城公园内，坐落于著名的大阪城天守阁旁。大阪市立博物馆的前身是日本旧陆军第4师团的厅舍，后来改建成为博物馆。不过大阪市立博物馆已经在2001年闭馆了。这是著名的金阁寺，位于京都市北区。金阁寺原名鹿苑寺，建于1397年，因寺内核心建筑舍利殿的外墙全以金箔装饰，所以被称为金阁。因此鹿苑寺俗称金阁寺。金阁在1950年被人纵火焚毁，1955年依旧貌重建。这张照片我父亲拍摄的地点 ，AI 认为极可能是位于爱知县与岐阜县交界处，横跨木曾川的犬山桥。犬山桥完工于1926年，是当时一座罕见的铁公路并用桥，是著名的景点。AI 的分析让我确认这张照片是拍摄于1962年，我父亲第2次出国，因为他的出国记录表有注明这一次是日本三光。这张照片是我父亲在某个地点的独照。我本来认为 AI 可能不太能够辨识出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因为背景能够提供的资讯并不多。不过 AI 还是很快的解答出来了。AI 认为照片背景远处的桥梁与我先前上传的犬山桥的结构特征完全一致。AI 认为照片里那栋木造的建筑可能是在犬山城下临近木川溪的温泉旅馆或茶屋，所以 AI 真的太厉害了。以上您看到的照片就是我最近整理家里的旧照片，我父亲当年所拍摄的一些日本风景照片，利用 AI 修复这些照片，并利用 AI 分析，让我确认了我父亲当年旅行足迹的可能地点及拍摄的年份。我发现这些未标示日期的旅行照片，应该就是1962年我父亲旅行日本时所拍摄的照片。所以我将这次利用 AI 整理我父亲的旧照片，拍成一支影片，作为家庭记忆的传承，也分享给大家。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在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